75年前，在美国的西南部沙漠上，发生了一件对全人类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当时是美国空军首先报道了这次事件，但紧接着他们又改口否认了事件发生。从那时起，该事件就一直处在美国政府的秘密掩盖之下。就算时至今日，美国公布了一批 UFO 视频，承认了51区，也从未对这次事件给出结论。说到这里，相信对 UFO 和外星人感兴趣的朋友们已经猜到了，这就是罗斯维尔事件。1947年的7月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西北部的一个偏僻牧场里，空军获得了一些残骸。空军几名先前的成员，包括2名准将，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所发现的物质不属于地球。对眼光敏锐、头脑理智的人来说，这个宣称似乎是不可信的，它只激起了一些冷淡的回应。然而，有许多关于罗斯维尔以及相关问题的细节信息，充足的证据表明该事件确实发生过。几年前，调查者能找到1947年罗斯维尔空军基地年刊的副本，由此就能找出全国的目击者。报道记录表明，1947年6月底至7月初，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大量关于 UFO 的报道，其中大部分报道都来自可靠的目击者，包括飞行员和其他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1947年7月第一周的一天，新墨西哥州的一名牧场工人麦克布瑞尔，由于前一晚突降暴风雨，次日清晨他开车去照看绵羊时，发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物质。一些残骸碎片在地面砸出几百英尺长的浅槽，并散落在一大片地方。一些残骸具有奇特的物理性质。他拿了几片给邻居弗洛伊德和劳瑞特普罗克特看。之后，布瑞尔开车到了罗斯维尔，找到了县治安官乔治·维克斯。维克斯将此事报告给了罗斯维尔的权威机构，并在副手的帮助下开始调查此事。不久之后，情况复杂了。空军封锁了该地，并开始收集残骸。起初，残骸被运往空军基地，最后由 B-29 和 C-54 飞机运往俄亥俄州的戴顿市建造基地。罗斯维尔空军基地是509号原子弹研制总部，常驻有一支精英部队，因为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原子能研究所。1947年7月8日上午，509号原子弹研制总部指挥官上校威廉姆·布兰查德发布了一则消息，宣布已经发现了坠毁 UFO 的残骸，经新闻通信社及时发送。这则消息成为当天下午美国30多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几小时之内，距坠毁现场400公里的田纳西州，从沃斯堡市空军基地指挥官罗格瑞密的办公室发出第2条消息，他撤回了第1条消息，宣称此前其实是在罗斯维尔的上校布兰查德和509号原子弹研制总部的官员们犯下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愚蠢错误，他们把带有金属雷达反射器的错判为 UFO 残骸。这2条消息有1条肯定是假的，有大量可靠的证据都表明罗斯维尔509号原子弹研制总部指挥官上校威廉姆·布兰查德发布的消息是真实的。但同样，沃斯堡市第8空军基地指挥部随后发布纠错消息，也有来自目击者的证词。很快，德克萨斯州成为人为策划的封面故事。那些熟悉威廉姆·布兰查德和他共事的人都称他是一位严谨、不会说谎的人。他绝不是那种没有把握拿类似罗斯维尔这类奇特而又引人注目的事去愚弄自己和美国空军的人。换句话说，如果布兰查德发布消息说是坠毁的 UFO， 那就的确是坠毁的 UFO。之后，上校威廉姆·布兰查德继续升任为4星将军及美国空军副参谋官。调查人找到的第1位愿意作证并允许公开姓名的目击者，是已经退休的中校杰西·马尔。他是罗斯维尔509号原子弹研制总部的情报人员，是2位最先去真实坠毁现场的空军官员之一。在1979年的一次录像采访时，杰西·马尔宣称，那不是，也不是飞机或导弹。关于这些性质奇特的物质，他说道，它不能燃烧，那种物质没有什么重量，也很细，比烟盒里的锡纸厚不了多少。我试着折弯它，但不行。我们甚至尝试用16磅重的大锤击打，但它仍没有任何凹痕。
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研制机构的情报人员，凭杰西·马尔的素质和经验，难道会把常见的残骸误判为非地球之物吗？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不用说是普通的带有金属雷达反射器的了。即使他起初弄错了，当他认真研究金属残骸后，也当然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返回基地时，他停在家门口，把几片不同寻常的残骸拿给妻子和11岁的儿子看。在其中一小块金属的表面上，有一些符号式的象形文字。杰西·马尔的儿子小杰西·马尔现在是医生，也是国民警卫队直升机飞行员的外科医生。他清楚地记得此事，还能画出其中一些符号的详细图形。小杰西·马尔仍在从事基地的一些重要任务，包括直接上递给杜鲁门总统关于前苏联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记录的材料。已故上将汤姆斯·杜波斯是1947年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市第8空军指挥部的上校和上将雷蒙的参谋长。在1992年去世之前，杜波斯将军证明正是他本人接到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上将克莱门特·麦克姆林打来的电话命令将此事掩盖。他对雷蒙将军的指示是捏造一个封面故事，使媒体不要再打扰我们。1947年7月，当残骸从罗斯维尔运来时，现已退休的上将亚瑟·艾森昂，当时是在俄亥俄州戴顿市基地驻扎的中将，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他说起残骸的检测过程，对残骸进行了化学分析、压力测试、压缩、弯曲测试，最后带进金属评定实验室。其中的一些物质很容易撕开或改变，而另一部分物质虽很薄但很坚硬，用大锤击打也没有任何凹痕。当提及此次检测的工作人员时，他说，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来自太空的碎片。格兰尼·丹尼斯对1947年所发现物体的本质的阐述几乎让人确信无疑。丹尼斯现在仍生活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他为人朴实，性格直率，是社区中受人尊敬的商人。当时他是拜拉德殡仪馆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这家店为罗斯维尔空军基地提供停尸处和救护车服务。在丹尼斯得知发现罗斯维尔残骸之前的一天下午，他接到空军基地殡仪负责人打来的几通电话。负责人询问他有没有晓得密封的骨灰盒以及如何保存已暴露在外好几天的尸体。他担心这是否会改变机体的化学成分。那天傍晚，因为其他事情，丹尼斯来到基地医院，在后门外，他看到有2辆敞着后门的军队救护车，露出几大块残骸，其中一块的表面有一行奇怪的符号。走进后门，他遇到认识的一位年轻护士。此时，军警也发现了他，他们威胁着将他押送出医院大楼。第二天，他遇到那位护士，他解释了在医院发生的事。他为人严谨，当时处于震惊不安之中。他讲述了如何去协助2位正在解剖几具非人类尸体的医生。他描述了那难闻的气味，有1具尸体保存完整，而其他几具已受到严重损伤。这几具尸体与人体结构有很大的差别。他还就尸体的相貌在小毛巾上画了一幅草图。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几天后，他被调往英国。显然，飞行器的主要部分降落在离布瑞尔牧场残骸地较远的地方，因为没有几人知道此地，所以近来研究者只能证实这是第2现场。根据目击者所言，这也是发现尸体的地方。当地的大多数目击者害怕政府报复，不敢公开自己的姓名。近来，一家有名望的法律公司一直在为考虑公布此事的目击者提供法律帮助。这家公司的律师已经接待了几位罗斯维尔目击者。除了格兰尼·丹尼斯，其他目击者也受到威胁或恐吓。据县治安官乔治·维克斯的家人回忆，当着他妻子的面，空军军官警告维克斯，如果他将看到的事说出去，他和他的全家都将被杀死。最先发现残骸的牧场主麦克布瑞尔被部队拘禁了近1个星期，让他发誓保密。从此，麦克布瑞尔甚至对他的家人都没提过此事。事后几个月，他的儿子贝尔发现并收集了几块残骸碎片，把它们放在一个香烟盒里。最后，这些东西也被军队没收了。相比而言，1991年，
比利时国防部公布了比利时2家 F-16S 空间部队争相追踪 UFO 的雷达录音。这一场面由4家地面雷达站所扫描，也有很多市民和警察看到了。这卷磁带给人印象深刻，它记录了 UFO 惊人的高度和速度变化的数字。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下，很难想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美国。可能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国家真的要从他小小的北约同盟国那学习一些自由开放的精神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坚持认为没有 UFO 现象？为什么他想阻止公开地球外信息？这都是让人费解的问题。这有3种可能的原因：害怕公众恐慌、国家安全问题或触怒宗教组织。这些理由是否充足也是令人怀疑的。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不论是哪种可能会封锁信息的理由，都远远比不上将消息公之于众的原因更加重要。秘密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而有些秘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想想如下的事例： 1. 公众还认为隐形战斗机只是纸上谈兵时， F-117 已经秘密制造，并飞行了近10年。2. 二战时期，超霸方案使我们破解了德军的密码，因而加速了他们的失败。这项方案保密了近30年的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为人所知。3.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美国政府秘密进行的放射实验，直到5年前才公之于众。4. 就在最近报道了因核武器造成无数部队人员意外死亡的消息，但这次报道并不是政府主动承认真相，而是由平民组织调查揭露的结果。5. 最近几年人们才知道，30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无辜的平民进行了洗脑实验。6. 直到1992年人们才听说查尔斯·莫尔的莫沃尔计划。在罗斯威尔基地有一位宪兵司令伊斯雷，相当于警察局局长，在1947年时，由他负责坠毁现场的所有保安工作。1989年年末，当一次有人深入向他询问此事时，他没有说那事，也没说出罗斯威尔发现物的真相。相反，他告诉人们，在43年后，他仍要就此事保密。伊斯雷一直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能说。被采访的第2位官员是反情报特种部队的特工，中校谢瑞丹·卡维特。他和另一位情报工作人员上校杰西·马尔受华盛顿上级指派，首先来到残骸的调查此次事件。起初，卡维特不承认1947年7月初他驻扎在罗斯维尔，也不承认有此事发生。没有新闻报道，没有争论，甚至也没有发现的报道。后来，在各方面因素的敦促下，卡维特向空军承认发现了降落的，但他也仅承认这一点。他说没有其他人员参与此事，一些其他可靠的资料都表明他是此事的中心人物。现在，卡维特被认为是空军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人。他赞同空军的莫沃尔学说。政府同样隐瞒了空军的 UFO 调查档案。1976年，政府公开了这些档案，但关于罗斯维尔事件的卷宗里只有一张简报，没有文字，没有注释，没有调查表，没有正式的解释。只有一张简报。罗斯维尔事件发生的同时，在俄亥俄州也发现了一个完全相似的卷宗，中有记载详细的文件。那么，有关罗斯维尔档案的文件在哪里呢？根据美国审计局的调查，罗斯维尔空军基地的历史资料也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确凿证据表明，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掩盖罗斯维尔事件，比如没收记者的文件和记录，警告无线电台不许报道此事，编造虚假故事，强迫当事人保守秘密等。在今天看来，许多做法是违背人权的。如果残骸起初就是一项最高机密的实验，那么为什么在7月6日星期天，牧场主麦克布瑞尔把此发现报告给县治安官乔治维克斯之前，政府有没有进行这项秘密的探查研究工作呢？在空旷的牧场和海拔很高的沙漠上空，航空搜寻只需几小时就能判断出降落目标所在的位置。曾在新墨西哥州参加过真实的搜寻营救任务的军队官员已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乘坐私人飞机飞过布瑞尔牧场时，也能描述出它的全貌。鉴于残骸发现的只有 0.75 英里长，一支搜寻队本该在布瑞尔之前发现残骸，有好几次都降落在布瑞尔的牧场。他上交了这些残骸以获得酬金。
这些装置上总是带有操作指南和返航方法，其中包括制造公司的名称以及发射地的位置。1945年，布瑞尔报告发现了日本炸弹的残骸，受到惊吓的羊群不能屈目的吃草，这使布瑞尔很恼火。有趣的是，人又降落在这片牧场上。当时的牧场主们把残骸收藏在旧的饲料窖里，其中有一个直径约为20英尺的大气球，用了近2分钟的时间才收集完，因此辨认这个并不费力。当时为能提供 UFO 证据的人奖赏3000美元，提供证据的人奖励5美元。在个人检查完残骸后，为什么布瑞尔的邻居鼓励他去领3000美元的赏金呢？当时世界上唯一的509号原子弹研究基地的那些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军队官员们，怎么会无一例外的把常见的当成是真正的 UFO 呢？怀疑者认为这是带有特殊雷达反射器的气球，而普通老百姓、基地司令、上校布兰查德、情报局负责人马尔以及其他罗斯维尔的工作人员都不熟悉这个特殊的装置。然而，马尔的部下中有一位是雷达研究人员，即使其他人弄错了，他也应该能够辨认出这个。而的材料包括尼奥普林橡胶、反射箔、木棍、护条和球状麻绳，甚至一个小孩都能很容易的认出这些材料。是什么类型的核仪器箱散落在 0.75 英里长的范围，能砸下500英尺长、10英尺宽的槽呢？要知道，新墨西哥州的地面只有一层薄薄的表层土，绝大部分都覆盖着坚硬的泥板岩和石板。是什么类型的装满了马尔1942年制造的别克折棚汽车和卡维特的吉普卡车，并还需要50到60人的部队花2天时间用手推车和卡车来搬运它的残骸呢？如果坠毁物体只是普通的，为什么部队要检查现场可能存在的辐射呢？7月8日星期二早晨，有人发现布瑞尔在罗斯维尔广播电台主要负责人华特维特莫尔家里。为什么在此之后布瑞尔又在基地被禁闭了7天呢？据布瑞尔说，基地不允许他给外界打电话，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他被迫进行了一项体检。他的家人和邻居都记得后来布瑞尔抱怨说，有人一直在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把那段经历称作蹲监狱。为什么华盛顿联邦情报委员会部长斯劳维私下给维特莫尔打电话，警告他如果不停止报道此事，将会吊销他的广播执照？为什么新墨西哥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丹尼斯也打电话给维特莫尔，并劝他听从联邦情报委员会的命令呢？为什么在降落气象仪器的地方需要极端的安全措施呢？这些措施包括武装士兵包围在槽的内圈，周围围着封锁线，小山上驻扎着步兵。从7月5日星期天到7月10日星期四，下院议员们一直住在外围的马路边上。为什么在军队占领残骸地期间，附近牧场的一位雇工巴特培尼被强行赶出布端尔的牧场呢？当时巴特正在赶拢牛群，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而来，下议院议员们强行让他离开牧场。为什么有7架以正时或8架飞机运送残骸呢？在7月5日至10日期间，大多数的残骸被秘密运出，在当时采取了世界上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如果这个物体只是一个或者莫沃尔计划的仪器，那么为什么布兰查德会亲自处理此次事件呢？作为509原子弹研究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本该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俄亥俄州的一位现执行官农场主舍门坎普贝尔能立即辨认出7月5日坠毁的设备，而在罗斯维尔却无人能识得此物呢？事实上，当时空军承认曾允许在坎普贝尔家秘密保管此物。为什么陆军准尉欧文牛顿所辨认的陈列在准将罗格雷蒙办公室的残骸和莫沃尔设备的残骸不一样呢？对目击者所看到的类似光束形状的金属上的条形文字，空军分析是雷达上印有花形图案的护条，但即使对德克萨斯州沃恩堡市空军基地雷蒙将军办公室里的设备高度放大，也不能看清护条上的花纹。为什么雷蒙办公室的上校汤姆斯·杜波斯1990年签署宣誓书，证明用残骸调换了真正的物体？这是一个封面故事，只是为了让媒体不再来打扰雷蒙。雷蒙告诉记者，他将在7月8日的记者会上对做出解释，并称他会取消将残骸运往俄亥俄州戴顿市的计划。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中部标准时间7月8日6时17分，即记者会的同一天，
发电转反对将军的做法呢，但电话谈话并没有达成一致。UFO 盒都要由专门的飞机运往基地总部检测，为什么一直由上校安顿汉森指挥的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摄影队来到罗斯威尔为坠毁物拍照摄影并记录随后的事件，却没有允许在罗斯威尔基地的第三摄影室去坠毁现场拍照？这是与标准的操作程序相违背的。为什么在此事件期间从华盛顿派出的2名特工麦克堪尼和丹维尼斯向罗斯威尔的长官汇报情况呢？为什么护士罗斯玛丽麦克曼尼斯说，在此事件期间，罗斯维尔基地医院的许多不知名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监控呢？如果发现物只是7月8日记者们在雷蒙办公室所拍摄的，那么为什么7月9日军队找到不同的媒体来追回沃特尔豪特的新闻稿附件呢？如果一切真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军队广播站要收回一切与坠毁物相关的文件，甚至包括新闻撰稿人弗兰克乔伊斯竭力掩饰的文稿呢？为什么就像20世纪50年代科幻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美国军队包围了罗斯维尔县治安官的办公室，只为拿走布瑞尔几天前留在这儿的装有残骸的小盒子？为什么美国国防部联系到加利福尼亚的莫瑞克爱德华空军基地询问，在发现坠毁物的几天内，罗斯维尔北部有没有发现失踪的诺斯罗普号飞机的机翼呢？基地的回答是否定的。由于喷气式发动机的改造，在1947年还无法驾驶它。目击者称，在罗斯维尔复原的飞行器是机翼状的，不是 UFO。据称，基地发现物中有尸体，有传闻说，在罗斯维尔可能还有一个机员存活了下来。消息公布后的一天，美联社报道，陆军、海军开始共同行动，终止谣言。直到现在，空军基地仍坚持说，没有任何关于尸体的说法。为什么呢？如果发现物事或其他任何普通的装置，那本该没有必要去要求大家宣誓保密，除非这是最高机密。那为什么将卷入此事中的人分为10到12人一组，然后分别带进会议室，要求他们口头发誓保守发现物的真相？此外，还命令罗斯维尔和沃斯堡市的其他人不许再讨论谈及此事。艾德瑞斯现在在国家档案馆负责已不再保密的蓝皮书卷宗。他说他很吃惊，为什么蓝皮书卷宗中没有涉及罗斯维尔事件以及其他的相关报道？为什么各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 UFO 文件会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呢？麦克布瑞尔的邻居们，其中包括劳瑞特普洛科特和他的儿子诺瑞斯，都称布瑞尔从拘留所返回时开着一辆崭新的货车。诺瑞斯说，布瑞尔以前赤贫，但他突然购置了一套新房子，拥有了一家肉店，并在科罗拉多添置了房产。布瑞尔的一位好朋友罗伯特·沃尔夫详细讲述了在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内，布瑞尔开着新卡车在罗斯维尔各地闲逛。这是布瑞尔上交 UFO 物证的奖赏吗？们要小心政府报复。罗斯维尔基地的宪兵司令艾德文·伊斯雷、基地副手帕特里克·桑德斯和空军393中队的飞行员亨德森也都在病榻上证明了那是 UFO 的坠毁物以及外星人的残骸，并且近来还有其他人也证明了这点。已知的24位目击者详细描述了此物质不同寻常的特性，它的外表、拉张强度、重量、存储器特征、无法解释的象征符号、像光纤般细、塑料般薄的金属含量以及物理构造，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都是很难复制的。为什么没有目击者把它描述为普通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为什么1994年空军在罗斯维尔报道中没有采访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呢？1993年，新墨西哥州国会议员史蒂夫斯赫夫一连写了3封信，要求公开罗斯维尔事件的档案。为什么国防部部长莱斯埃斯利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拒绝了他的要求呢？同样的，史蒂夫也遭到了空军基地、国防部和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拒绝。如果导致罗斯维尔事件误判的莫沃尔是空军的最高机密，那他们如何能请记者们给雷蒙将军办公室的那个失踪的绝密拍照，并且还允许全国各大报纸发布了7张不同的照片？为什么要在1947年7月10日的一份新闻报上图文并茂的公开整个计划呢？1997年在罗斯维尔报道封锁的消息一书中，空军提出坠毁演习的解释，但这类最早的坠毁演习实验是在罗斯维尔事件后的第6年，而空军却认为在演习期间还会有目击者看到
那些存放在部队或仍在新墨西哥州的尸体。罗斯维尔的目击者对尸体的描述是一致的。有趣的是，他们的描述与以往目击者普遍叙述的 UFO 以及所谓的外星人绑架报道并不相似。这说明可以排除目击者受到以前资料的影响。为什么空军没有在他们近来的报道中采访过任何一位目击者呢？为什么美国军队采取了许多违背人权的做法呢？比如说，对弗兰克·瑞维、汤姆·托马森、弗兰克·乔伊斯、朱迪·罗伯兹、华特·维特莫尔、比蒂·鲁本·阿纳亚、约翰·麦克鲍尔和乔治·维克斯等人进行威胁恐吓，难道只是为了一个普通的？他们甚至会去威胁目击者的孩子们，以达到保密的目的。莫沃尔计划在1947年月10日及报道做解释的2天内就公布于众了，可要求保密的威胁却在事后持续了很多年。最后一点，空军的莫沃尔计划和坠毁演习的报道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为什么在1999年的今天，那些已退休的部队人员仍对罗斯维尔事件守口如瓶呢？公众的冷漠常使一些重大的问题前后矛盾。当然，在我们研究宇宙和人类自身位置的道路上，像罗斯维尔这样的事件会产生很大的分歧，但正是因为这对我们的生活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它才值得我们坦诚的探讨。政府官员应该认识到该是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和失败的后果负责任的时候了。起初，没有人会质疑掩盖事实真相的合理动机以及善意的目的。在鉴定出罗斯维尔残骸的真实特性后，政府官员和部队军官采取了他们所认为的各种审慎的方法保卫国家安全，也包括用要求绝对的保密和否定真相的手段，但他们没能做到。没有能够永远保守的秘密，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在公众的论坛中，那些真假参半的话、谣言和讽刺不再占有主要地位。在最后一个目击者把真相带进坟墓之前，他必定会水落石出的。悲哀的是，美国空军仍坚持他们的拖延政策，直到没有几个剩余的目击者道出此事的真相。所以仍是空军自己拥有着确凿的物理学证据。空军很策略地通过否定目击者的证词来掩盖自己的行踪，但幸运的是，越来越多勇敢的目击者已经选择反抗这种官僚作风。我们已能对1947年7月4日那个暴风雨交加的夜晚，在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真正发生的事件描绘出一幅更加清晰的图画。